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本期的 Proxy 评测。如果你平常跟我一样喜欢自己动手部署 VPN，顺便看一下让所有 VPN 公司都恨得牙痒的影片，那今天的内容绝对让你直呼过瘾。今天要带大家深度体验质量超高的家庭住宅代理 Yumi Proxy。我要直接拿我亲手打造的免费独享机场节点来跟 Yumi 购买的顶级家庭住宅 IP。讲到 Yumi 这个家庭住宅 IP。我真的要特别安利一下，它不仅支持限时半价优惠，换算下来每个月只要$2，更夸张的是它的品质，高质量原生 IP，欺诈值为零，干净的就像白纸一样。今天这支影片我会全部实测给大家。最近 Yumi Proxy 出了一个功能，它就是短效住宅。短效住宅代理是根据 ISP 数量进行售卖，然后价格比较便宜，一次性购买100个的单价是$0.15每个。然后一次性购买500个的单价是$0.1一个，然后购买后可以在仪表盘中通过筛选国家提取 IP，选定后这个 IP 24小时内可以重复使用，并且不限制流量。这个功能非常好，如果有的小伙伴有需求，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以为例，这里面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它有比如说购买这个代理。有住宅代理，它住宅代理就是比如说有按流量计费的，它像那种属于动态住宅代理，然后只需要购买它的流量，然后国家和地区随意选。然后如果大家想要静态住宅代理的话，也可以看这个，就是比如说静态住宅代理，它是通过 IP 来购买计费的。比如说现在 Yumi Proxy 它现在有30天首 IP 特惠，就是你可以看到啊，我点30天的话。比如说我购买一个加拿大温哥华的，它的 IP 只需要$2，然后就是即可使用1个月。那个 IP 质量怎么样呢？首先今天给大家来评测一下。你看到它这里面有原生 IP 以及广播，广播它没有广播，只有原生 IP。来购买一个加拿大温哥华的吧，然后以后我通过我这个在 AWS 上自己部署一个机场，然后配合这个代理来使用，比如说来立即支付。立即支付，然后大家可以用充值自己的钱包或者是支付宝加密货币支付。然后这里面我有钱包有钱，然后我用支付。购买之后，我们点击查看使用，然后它现在有一个静态住宅代理，我们点击添加一个，然后我们点击库存，这里面你可以看到加拿大温哥华的，然后我们点击提取，然后点击确认。它这个提取需要等待几分钟，一个提取中。然后你可以看到它这个代理提取完之后，它这个 IP 地址是75.153.41.146。然后我们这里的它这个是温哥华，它是属于原生。然后它这个就是 IP，然后 port 相当于端口，然后它这个是用户名，然后以及密码。然后怎么使用呢？如果人要是在海外的话，就是墙外的话，可以直接使用，通过这个 SHA-K 直接点击添加。如果人要是在墙内怎么办呢？今天我给大家来推荐一款，这是我自己做的一个 app，也就是说通过这个 Web UI 连接我的 AWS 上这个 EC2，然后它自己通过 UI 点击操作自己想要的国家的机场。然后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这支影片我不会给大家来介绍我这个项目是怎么做的，比如说项目架构，我主要是给大家来演示一下。然后如果大家想要城市码的话，请大家在留言区里面评论留言，然后我会给大家分享这个城市码，非常简单。然后比如说我们这里面通过这个 Python 3，然后添加一个。然后它就生成了一个 Web UI，然后我们将这个拷贝下来，然后到这个链接里面，我们将这个链接填写进去之后，你可以看到它这里面有个 VPN Manager，它这个 app 就是相当于我们远程在这个 UI 上直接创建一个 V2RAID 的这个 VPN，这相当于一个机场节点。然后通过这个机场节点，我将刚刚我购买的这个在 Yumi Proxy 上购买的这个 IP 填写进来。然后比如说你可以看到它这里面它的 IP 是这个，我们将这个 IP 拷贝下来，然后填写到这个 IP 上。然后它这个协议应该是 SOCKFILE，然后它这个代理端口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后面这个38499填写下来，然后我们将这个用户名呢填写下来，拷贝下来，然后我们再将这个密码拷贝下来。这样的话，大家可以就是在这里面选一个国家，选任意一个国家都可以。
但是我建议大家部署加拿大的，它这个加拿大就相当于在 AWS 上部署一个加拿大的机场，然后机场里面已经配置好我刚刚在 Udemy Proxy 上购买的这个代理。然后我们比如说点击部署，大家如果没有这个 app 的话，大家可以自己有一个海外的伺服器的机场也可以。然后比如说 AWS 或者 Azure 或者是 Oracle 或者是 Google 云，然后可以看到这里面我是给大家来介绍这个加拿大的。然后我们返回到这个，我刚才添加的是加拿大中部，然后我们返回到这个 EC2 上，我们来看看它加拿大的中部是在这个。我们切换到它这个区域里面，然后我们来看看 EC2，点击 EC2，它是否帮我们创建了一个节点？它创建一个节点需要一些时间，比如说大概不到1分钟吧，我们需要等待一段时间。你可以看到它刷新后立刻生成了一个加拿大的一个中部的一个机场节点，然后是 X3。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 IP 是52.60.77.123，这是在 S 上那个生成的这个 IP。我们来看看它这个 IP 质量，但是最终我们用的不是这个 IP，我们用的是这个 Udemy Proxy 上的这个 IP。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节点，它这个 AWS 云伺服器上生成这个 IP 质量可以说还算是 OK 的，不是说特别低，也不是说特别高，风险指控是12。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 Udemy 上这个 IP，购买这个 IP，它这个 IP 质量怎么样？我们来返回到这个，然后点击添加，我们点击搜索，你可以看到它这个欺诈值为0，非常非常的干净。所以说我们最终，比如说海外代理，比如说海外运营商，它使用这个 IP，它最终显示的是这个 IP，而不是 A 上的 IP。但是我为什么会给大家来介绍在加拿大部署机场节点呢？因为如果这是人在墙内的话，人在墙内这个 proxy 是用不了的，所以说给大家来介绍一个如何怎么去使用这个。你可以看到它现在已经正在运行当中。然后我们来返回到这个点击 QR code，我们来生成一个 QR 图码。然后这就是我这个 app 非常操作非常方便，我给大家自己做了一个就是 app，然后直接生成 QR 图码。然后手机端我打开我这个 Shadow Rocket，然后我们来点击这个扫描，我们点击这个添加，你可以看到它第一个生成的是这个 X3，然后你可以看到点击这个感叹号，然后它这个 IP 就相当于就是我刚刚在这个 AWS 上这个 IP，然后它这个布是443，然后我们来再返回，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 TLS，你可以看到它是访问的SNI，就模拟访问苹果公司这个，然后我们来测一下吧，然后我们点击连接，我们来看一下我这个本地 IP，我现在已经连接这个节点加上这个代理了，我们来看一下我这个 IP 的代理是哪儿的，比如说我们刷新一下，你可以看到我们刷新之后，它这个代理的 IP 是75.153.41.146，这个正好是我刚刚在这个 Udemy Proxy 上购买的这个代理，可以看到75.153.41.146，然后它这个是多伦多，这个你可以看到已经连上了。这就是人如果要在墙内的话，可以这么使用。再看一下它这个速度怎么样，比如说来看一下 Max，它这个速度的大小取决于你机场的速度以及你本地网的速度。所以说，因为由于是中转嘛，所以说它这个速度并不是说跑到100、200那样的，其实这速度完全 OK，也可以正常使用。比如说使用那个 TikTok 了，完全没有问题。就是我给大家来再看一下它这个 TikTok。One of the contestants is too nervous to start.这是 TikTok，然后给大家来再演示一下手机怎么使用。在安卓手机的话，叫 V2Ray NG，然后我们来也是同样的，我们点击添加一个，然后点击这个 QR 图码，然后我们再来在安卓上手机扫一个，然后我们将刚刚这个添加这个点击连接，我们测一下看它的速度，可以看到它这个延迟是684毫秒，然后我们来再返回到这个What is my IP？可以看到它这个在安卓上手机上，它这个 IP 是75.153.41.146。然后这个是今天这支影片，我给大家来就是介绍这个我
本人在这个个人的私有机场上，然后配合它这个玉米 proxy，然后如果大家就是想注销这个机场的话，你可以看到直接点击销毁，销毁之后呢，然后我们返回到 EC2 上，它直接就注销了。同样的，玉米 Proxy 这个公司也为我们提供了免费的代理，但是免费的代理其实往往价格是最贵的。为什么？因为它的可用率非常的低，虽然说高速，但是它不稳定。所以说，小伙伴如果要是想要使用稳定可靠的家庭住宅代理的话，还是需要购买的。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如果小伙伴购买一个海外代理的话，一定要选择靠谱的代理。很多小伙伴在购买代理时候，他有问题出现问题之后，问客服没有人回复。你可以看到我，比如说我在这个里面儿给客服咨询一个问题，其实我并不是说真有超时这个原因，我只是想问一下，看看测试一下客服他是否回答我的问题，是否帮我解决问题。你看，没过多久，这个客服就回答我，帮我解决问题。其实往往你在购买代理的时候，最重要的是客服的回应率。如果你有问题，可以咨询客服。那么我们大家用这个玉米 Proxy 代理去做什么呢？比如说，你可以看到它这里面玉米 Proxy 的场景，其实常见都是 TikTok 代理。那比如说，我们这里选择最优质的 TikTok 代理，然后它使用稳定住宅代理，防不同地区的 TikTok 内容。然后就比如说，小伙伴人要是在韩国，然后他想要做马来西亚的那个 TikTok，那他就必须要用高质量的一个住宅代理了。比如说，在这个玉米 Proxy 上购买一个质量高的一个代理。然后为什么需要买一个质量高的代理呢？就很多小伙伴做自媒体的时候，他一开始他创建一个号，他创建这个号，这个使用这个就是代理是机房的代理，或者是基 VPN。那这种代理的话，TikTok 会识别你这个账号，它是一个低权、一个低质量的账号，它就不会给你投放流量、投放你的作品，它会认为你是机器人。因为正常来说，做海外自媒体的，他都是在家庭真实是操作的，他不会说用代理。因为什么样的国家用代理，只有墙内才用代理和 VPN。所以说这个玉米 Proxy 会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大家如果有兴趣对我的这个 app，比如说 VPN app 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给我留言，我会将这个城市码的源码发给大家，大家可以自己部署。然后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尝试购买一个这个玉米，然后我会将这个链接放到我这个留言区，然后大家有兴趣可以尝试看一下。如果有任何问题，请不要忘了在我的留言区里留言，我会为大家解答每一个问题的。感谢大家收看，拜拜。